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到场前资深外交官介文琪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心到中东，现在伊朗开枪，美军啊，你再敢进攻的话，我们就会酿成一种重大的灾害，会造成4000人死亡。另外，我们会看到各种的武器寄出来了，不管是核设施、美国的航母、伊朗的水雷，全部端上桌。美伊战争进入倒数了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先来看到是美军他的这个伊朗说他已经取得美军他的钻地的炸弹的残骸，并且他可以针对这一种钻地炸弹来进行逆向工程，会成功吗？如果真的成功的话，美国未来还能够成功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伊朗直接呛美军了，说你再对我们进行攻击的话，会对你们造成数千人伤亡的惨剧。另一方面，美国现在同步的正在撤侨跟部署飞弹的防御，中东进入开战倒数。最后我们来看到是美军最新祭出它的电子战机，这个是EA-37B 的电子战机，再加上伊朗现在分散它的飞弹，准备封锁荷姆兹海峡吗？双方谁会先祭出第一击？今天就有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他在9日发表在全国的电视演说。哈米尼特别回顾到了当时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而他也指控了在过去的40年来，不管是西方国家，不管是美国，始终都想要控制住伊朗。那么希望这一次伊朗人民能够展现意志，来一起挫败敌人。伊朗的国会议员更是直接呛美国，只要川普你再走错一步，美军会付出3000人到4000人的一个阵亡代价。政治讯号已经寄出了，伊朗上面的军事准备也已经列出来了。不管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钻地炸弹，也就是去年美军他寄出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寄出的这个钻地炸弹，现在说呢还有一些核设施没有被完全的引爆，有一些残骸，伊朗可以取得这些残骸，并且进行逆向工程吗？另外就是在军事上面，伊朗现在对外公开了这一款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远程的导引海上水雷装备，号称能够呢对这些大型的军舰造成致命的威胁。特别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美国的林肯号航母。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更是担心伊朗的飞弹特别指出说，伊朗现在把它的部分的飞弹都已经移到东部或者是山区部分来做分散部署。如果说以色列或美国没有办法先发制的话，那么他认为伊朗的库存导弹可能会恢复到2000枚，也就是回到跟去年遭到攻击前的战力规模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特别请教华干哥怎么看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钻地炸弹。伊朗如果进行所谓的逆向工程，那接下来美国对于伊朗它的核设施攻击还具有威胁力吗？就另外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一款这个水雷，伊朗它寄出的这一款水雷能够封锁荷姆兹海峡，飞弹的话能够报复美军的中东基地吗？那么美军承受得住吗？干哥怎么看？好 ，OK， 好，我们要特别要解释一下 GBU-57巨型钻地弹。大家都知道，在去年6月的时候，由美国的 B-2 轰炸机携带，然后大家要知道这一种这个钻地弹，它重达14吨级，14吨级是非常重的炸弹。坦白讲一句，一定要由轰炸机来携带。一般的战斗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F-16、F-15啊、F-14啊等等都没有办法带，它带不动，它太大了。那这个14吨级的这个炸弹呢，它光弹头就2吨，非常的重。所以说它为什么叫钻地弹？也就是它以高速的动能，还带着弹头，它冲下去的速度大约是6倍音速，然后而且它能够瓦解最厚的钢筋混凝土掩体。然后，而且这次他们在不管在伊斯法罕等等这些伊朗的核设施、高速离心机运转的那些地下工厂，去直接攻击5万多台离心机。所以当时美国的卫星有传回，因为说句实在话，卫星所传回来的照片
终究没有办法可以很明确的去检视地下工厂的战果是如何，都需要靠当地的什么间谍，也就是跟中情局同步的这些间谍啊。所以这些间谍，当然他们都是伊朗当地人，传回来的结果就是有一些传闻说 GBU-57有部分的那个弹药是没有引爆的，也就是说，其实不可能有部分，就是一枚没有引爆啊，一整枚没有引爆。可是现在我们再来讲重点，说它可不可能可以成为逆向工程的工具？其实我今天说一句实在话 ，GBU-57它还是传统炸弹，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太高深的技术机密可言。就算你逆向工程回去造了一个这么大一样的炸弹，因为你知道它的绰号叫什么吗？GBU-57它的绰号叫做炸弹之祖，祖父的祖。然后呢，俄罗斯有最接近它的叫炸弹之父，因为这个 GBU-57发展出来之后呢，它就盖过了炸弹之父，就是盖过了俄罗斯的炸弹之父，变成了祖。为什么？因为它是炸弹之父的3倍破坏力。哦，这么简单。所以你说在现在这个炸弹之祖有一整枚没有这个引爆，然后被逆向回去。好，我现在来问各位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说，你要逆向回去之后，然后用什么来携带它？回到我刚刚所讲的，它有投射工具，对，你要有东西来带它，你要有那么大的轰炸机来带它，战斗机带不动，而伊朗没有。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携带这种炸弹，除了俄罗斯跟美国这2个国家以外，我们大陆的轰6是一样带不动的。为什么？太大颗了。所以很明显的，你去逆向工程回去是没有意义的。好，我现在简单解释一下 GBU-57它是没有办法这个简单这个逆向回去。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伊朗远程导引海上水雷，这个是要对付谁？对付林肯号航空母舰。通常这一枚水雷如果布放在荷姆兹海峡的正确的地点的话，可以把林肯号的那个船底炸出一个大洞。炸不成，但是会使它完全丧失行动力。只要达到完全让它丧失行动力跟作战能力的话，目的就完成了。但是问题是，像这样子的这个武器也是一样，需要有人操控。是，它不是无人机，它也不是无人艇。那你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要派人去在旁边顾着它，导引它，它可能可以跑20公里、30公里，但是顾着它的人会先被美军消灭，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远程导引水雷就有点像美国的那个智慧型水雷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伊朗它又有它自己的技术去发展出可以布放得更遥远，让这个如果说你林肯号不小心进到荷姆兹海峡，触及了这枚水雷被引爆的话，它就丧失了行动力。所以如果开战的话，伊朗一定会布放很多这种水雷。美国也不是傻瓜，他会现在在收集很多情报，所以这一出海上的对峙很值得继续看下去。好，现在看起来对于美国来说，伊朗的水雷可能就具备有一定的威慑力。那同样的问题，像介大使又怎么看？其实荷姆兹海峡的会不会被封锁啊？这个是各界都在密切关注，而且在分析它的利弊。那么基本上，如果荷姆兹海峡因为战争关系被封锁啊，事实上它是一个双输也是多输的局面。美国也输，伊朗也输。那接着呢，沙特、阿联酋、伊拉克、卡达尔、科威特这些石油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输出的国家也都输。对，那这里面可能输的最多是伊朗本身，因为伊朗本身80%的石油要靠荷姆兹海峡输出，还有中国大陆的石油40%从这里出。那这个多输甚至还包括全世界国家，为什么？因为这里每天通过的石油的量是全球的供应量的20%到30%，所以所有专家的估计就是说，荷姆兹海峡如果被封锁，这个国际的油价会在很短一段时间就骤升到150到200美元一桶，那是现在的几乎是2倍，所以这个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呢，因为伊朗本身也是输家，所以呢，这个会不会真正造成伊朗真正全面的这个封锁？这个是可能性是不太高。不过
这种所谓中间做法，而不是全面性的做法，中间性做法或者说是战术性的做法，还是很可能发生。就是怎么样？就是骚扰，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收1-2艘船，或者造成一些军事的紧张，可是不是全面封锁跟全面开打，这样一样会造成一些军事上或政治上效果，因为它会立刻造成怎么样？这个荷尔姆斯海峡的这个海运的这个保险费会立刻提高，这个提高以后，我就说就多输了。沙特、阿联酋、伊拉克、卡达、科威特就会出来施压了，他们就会真正的，包括中国大陆，就会真正的会插手这件事情。那插手是什么呢？就是斡旋，就是出来调解。那现在美国事实上对于这个伊朗，我认为在做的任何的措施，基本上是政治目标。目前高过于军事目标，军事是一个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那政治目标是什么呢？有2个，一个就是再度造成伊朗内部的动乱，让这个反对者能够再上街头。第2个呢，就是伊朗的经济崩溃，因为这种长期的军事压力会造成2个效果。第一个，外资不太敢进去了；第2个，伊朗本国的有钱人的钱可能要往外跑。那这个对经济上来讲，已经饱受通货膨胀。这个还有货币贬值的伊朗来讲是雪上加霜，所以我认为美国基本上这个压力不会短期取消，而且还在增加。那会不会真正动武呢？那一定是美国要确保它的损失是在最少的情况下，它才会动武。那么这种就是远程精准打击。那所以远程精准打击的话，什么时候要用？可能是美国觉得政治目的没有办法达成，那就丢几颗炸弹就走人了。好，所以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会打一个比较长久、一个持久的一个焦灼战。那美国目的让伊朗内部政治上面动荡，那也要压垮伊朗内部的经济。那在军事上面，同样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是伊朗它祭出了哪一些武器嘛？我们来看看那美军呢？美军在最新或者是欧洲国家又有哪些军事的武器来协助以色列？我们来看到美军最新也出现了它的这个 EA-37B 的战略电子战机现身在德国基地，被解读是要大规模瘫痪式作战，所以针对这个作战来预做部署。那美军在中东的20处的基地也完成了它的飞弹防御部署，包括了这个爱国者跟萨德系统。英国则是持续的向中东地区增派空中力量，包括了 F-35跟它的2架空中加油机。五角大厦1英里内的这些披萨店订单暴增250%，现在看起来战事一触即发。美国已经呼吁他的公民赶快撤离伊朗了。接下来他出动他的电子战机的话，目标到底是核设施还是要瘫痪整个伊朗的作战体系？像这个又怎么看？在这次伊朗那边出现了美国的 EA-37B 的这个电子战机，然后这个电子战机其实之所以受瞩目，而且认为指标性，主要是因为先前委内瑞拉在当时攻打的时候，为什么全部都失效？大家就怀疑有可能是这个 EA-37B。它的这个电子战机当中发挥了它的最高作用，瘫痪了所有的指挥包括雷达灯各方面的系统当然美国没有证实，所以这次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又是可能这个拿出这个厉害的武器。要知道 EA-37B 它其实在美国现在空军当中是非常非常先进的，2023年交第一架，2024年第2架。它呢算是美国现在在整个建军状况也比较特殊的。怎么说呢？因为美国过去所有的他们最新的东西都自己重做，但是呢，这种电子战机它是改装的，它是把现在全世界有钱人坐的私人飞机的湾流 G550的商务机来改，里面再放入了所有这些电子设备。那它具备了整个可以说最新长程全频段的，所以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厉害的机器，其实外界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只知道说一旦它真正的发挥作用的时候，它的电磁干扰能力是可以把所有的指挥、通信，包括网络、包括雷达全部瘫痪。所以这次如果在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要对伊朗下狠手呢？伊朗的防空系统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电子战机最后全部都是空空荡荡，最后美军如入无人之境呢？当然，我们觉得现在看到很招出来了。但我们相信，其实美国在过去不要说跟全世界，过去跟伊朗已经有非常多往来在军事方面的经验。可是我们最后总结来看，美军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
究竟是威吓你，瞄准你的核设施，乃至甚至把你的国家领导人部分都干掉，还是取决于他们最后的情报战。对于伊朗本身的情报战，因为有以色列包括美国自己的掌握，但是即使有一个最深远的目标，比如说就把他们整个家族都给扫荡完，把你核设施都破坏完，比如说这最极端的哈。但是在关键时刻之后，人家躲起来还是要修正。情报战通常有一个目标，但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地步，还要就实际的状况。不过我觉得现在对于川普在主导这件事情不太一样的，跟拜登过去民主党不一样，主要是过去是一个政治效应、政治决定的那个东西主导战争，但是现在川普有一些东西去思考，怎么说呢？他比较像商人。来都来了，另外的部分就是大批的美军在那边 hold 在那边要花多少钱啊？这样花很多成本的。对于川普来说，花成本就要获得什么？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思考所有川普主导的国际，包括军事行动或要花钱的行动当中，大家要加一个思路。所以我就认为现在跟伊朗这件事情不太可能会空手而归。其实像刚刚大家讲的，可能真的情报发现没有办法掌握最终极的情报的话，可能还要炸你2下之类的，就表达一下威吓之意。但是如果掌握更多情报，我认为川普跟来都来了，炸一炸也是很有可能的。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赶快来关心今年的国际大事，也就是在4月份，习川会正式的登场，会不会成为美中的大交易场呢？接下来我们会关心这当中台湾跟俄乌会不会沦为大国的交易筹码？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先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会帮观众朋友来特别做解答。第一个，川普4月就会飞北京了，那这边呢，他是说呢，习近平也会进白宫，在年底的时候会展开合作。这场川习会接下来如何左右接下来中美之间的关系呢？还是会交换筹码呢？今天一起来做关心。第二件事情是，习川会要登场之际，高市早苗接下来他会去美国，那么普丁则是人会去中国大陆。接下来会看到世界的2大势力，也就是美日对上中俄，这个是新冷战成型吗？还是双方在为习川会来垫高彼此的筹码呢？最后我们也会来关心，在习川会还没开始之前，俄乌战争的时间表会是先出来吗？战场现在不是在前线决定，难道是在谈判桌上由政治来决定俄乌战争的前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2026年首场的习川会，刚刚说了，预计4月份就会正式的展开了。那么在展开之前，我们先来看到今天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场的这种全球元首的外交都会在今年正式的启动。先来看 Politico 正式的点名，川普最快在4月的第1周呢就会前往北京。那么川普自己也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在年底的时候会访问白宫。他认为现在双方的互动是相当良好的，等于说中美之间是一来一往的。同时，今年的4月份大家还记得吗？今年的4日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习川会当时才热线，而且时间多达了1个小时，谈的议题非常的多，不管是台湾问题，或者是能源、伊朗、俄乌、军事贸易等等，但是大家还是把重点主要放在经济跟美中关系。所以今年4月份的习川会，它的重点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哪一些国家或者是哪一些军售案成为中美之间的交易谈判筹码？谢大使怎么解读？对，当然绝对会成为谈判筹码的。谈判的原则就是什么都要谈，越敏感的越放在前面。对，那现在事实上的话，这个美中关系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从美国的角度看，今年已经定调了，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和缓，就是怎么样，就不要发生严重冲突的一年。所以呢，贝森在去年年底，美国的财长贝森说，他说，今年呢，基本上呢，川普跟习近平会面4次，那现在2次已经搞定了，对不对？接下来2次很可能就是 APEC 的高峰会，还有一个集团体的峰会，那这都有可能见面。这个对美中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元首的会面是非常重要，
因为从川普，甚至从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川普2.0之前，这个基本上现在美中推动关系的方式就是元首外交见面以后定下这个所谓的行动计划跟工作目标，然后呢交给下面来办，所以呢是一种元首之间的协议所引领的发展的一种关系。所以呢，这个元首必须要见面或者打电话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要进行盘点。我去年底在这个釜山我们见面，决定要做这几件事，2个月以后我们电话来看看是不是都达成目标了，然后再继续展望未来。所以这个就是说阶段性都会再怎么样都会通，他只要通话或见面，我认为就证明说这个有进展，没有进展的话，大概电话就打不成。所以呢，这一次见面之前这个电话，我觉得就象征说双方对于彼此承诺事项，大概都已经经过怎么样，经过盘点以后，认为可以再往下一个阶段走。那所以这一次就公开就讲了，我4月要去北京了。那大陆应该也是点头了，然后再加上一个川普喜欢先破话，就是说我觉得大概还在讨论中，年底习近平去美国白宫访问的事情。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外面的西方的这个很多学者跟专家，他们定义今年的中美关系是什么？他们有一个休兵，他们认为今年是休兵之年。对中国大陆来讲，没什么休兵战不战，中国大陆本来就不希望跟美国打。可对美国今年他为什么要休兵？这美国人讲的。我们今年跟中国关系为什么休兵？因为川普先生要选举，其中选举，这在11月，11月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川普先生翻脸跟翻书一样，对，可他现在有需要，对吧？休兵。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看川普的话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即使你在这个其中选举失败了以后你还有2年。你起码在白宫还有3年，正常状况下，你当然不要发生意外了，那就变成就是说，你不可能心力，可是你也不要捣蛋，就是说我会让你把你掌控在你不要对我造成太大伤害的情况之下。那所以对川普来讲，中国大陆答应的事情也蛮简单的，其实川普要的东西也不是很大，一个稀土。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你买点我大豆、大豆、小豆、中豆吧，什么你都买吧，对。那这个很容易让川普很高兴，因为这跟他选举有关系。那其他贸易的纠纷这些部分已经大概就是 freeze 在那个地方，不太会再动。那现在就是台湾问题。那军售的部分，川普是唯利是图的。他以前川普1.0就说：“哎呦，台湾原来这么有钱，可以买这么多东西。”所以第1任的时候，他卖给台湾的军售就非常的大，那就是比他前任都大。那到了第2任的话，他怎么会不卖呢？所以现在就有人说他已经准备了，好像是200亿美元的嘛，项目要准备台湾来买。不过中国大陆，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不会放松的。所以这次在这个新华社有关习近平跟这个川普的这个会谈以后。中间有一关台湾的问题，就是说，希望美方务必在这个在台湾军售台湾问题上要什么？要审慎行事务必，他用务必2个字。那这些事情会不会让美中之间就破局了？我认为也不会，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它是从全面看对美国问题的，那会斗而不破。然后呢，在可能预期到川普其中选举以后，川普就会弱势。可是弱势做坏事还是一样可以，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看3年，看3年。所以对川普来讲的话，就是未来3年，希望川普不能够做好事，也尽量不要做太多的坏事。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中美的势力在2026年会不会就是暂时休兵？但是中美对抗的势力绝对会持续的存在。那其他的国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分成2派来做竞争？一派是有关于日美之间的合作，那另外一派就会在中俄。我们也特别来看到几个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高市早苗宣布的嘛，他在他的众院选举成功之后，宣布3月要进白宫，强调日美同盟，也抛出修宪还有军事的正常化，这是日
日美关系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另外一头是中俄的加强。普丁已经接受习近平的邀请，上半年他会访问中国大陆，正式为世界画出2条分隔线吗？那么这2条路线是不是也是在为接下来的习川会来预做暖身？上这个又怎么解读？我想，中国跟俄罗斯这2国跟美国跟日本，虽然我们乍看之下，如果就经济体来说，那么大家各有擅长，但是呢，就政治跟所谓的军事实力还是不能比哦。中俄自己本身都现在是全世界的前3大强国。那么如果说第2名跟第3名大家一起这么紧密，而且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呢，大家是全方位的哈，而且是没有这种边界，没有任何的限制的这样子的紧密的合作，从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中国大陆现在能够在支援俄罗斯被经济制裁之后呢，最近都有听说江湖上有在传说，俄罗斯现在确实也有自己本身金融本身的钱不够了，打战钱不够了，那么是不是也把黄金卖一点给中国大陆？所以大家最近都在观察这件事情。但美国跟日本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川普，他在包括先前在对待高市早苗的时候，各位你们要知道，川普的眼中只有强人才可以跟他站在一起。其他的所谓盟友都是他脚下的爪牙或小猫咪。我觉得日本在现在整体的状况来说，虽然没有说高市早苗这次获得很大的人意狂胜了这次的选举，但是作为民意的支持，并不是使得国家的分量在国际间或者是跟美日关系当中就上了一个档次。因为从美国包括川普的角色眼中，还是看你，我们可以看到他祝贺之后呢，贝森特利跟他讲说5000亿投资，你赶快来，马上这个东西就立刻刺中那个酸软点哈。所以这个中俄跟美日，我觉得不能放在同一个这个架构上，大家来称哪一个东西比较重哈，论斤计价。而且我讲国与国之间现在进入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觉得这几年因为川普的关系，大家看到国跟国之间签订了很多东西，仿佛都是虚幻的。只要领导人跟领导人一有意见变化，或选举又换了人之后，一切都可以重来，包括最近巴拿马运河的等等的这些争议。所以呢，这种领导人之间的状况，我们来对比中俄确实是比较紧密的。那现在当然中美大家有点跳 tango， 我对你一步，你对我步。许多刚刚当然讲休兵了，但是之后究竟难道没有暗藏玄机？难道内部里头没有抗争吗？我觉得川普是习惯冲突的，但是他也会制造一些包括跟中国之间的所谓这种平息冲突的起来，因为冲突可以赚钱，他很擅长丢出一个关税，叭，股价又变化，然后又发出一个好消息，所以对他来说，和平跟刚刚冲突来说，这2个都是他在用的东西，商人很懂得用这一点。但是呢，终究偶尔要解决问题，比如说现在美国现在期中选举要出来了，但是我认为现在是这样子，中俄还是就是大家经济的更深度的合作，习近平也经常表达就是很合作，普丁也是，2个人是双向的奔赴，可以这样讲。但是呢，我们看川普在这次川习会可能会有点微妙，因为现在全世界都认为有可能会谈台湾问题，而且在台湾问题当中，在这个当中会触及到什么样的界限，有没有涉及一些交易性的东西呢？台湾可不可以被拿来交易？至少现在在美国的鹰派或对中的鹰派对台应用动来都是很焦虑的，那么有各式各样的放话，所以川习会4月当中，虽然还是会有中美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贸易跟等等的这些采购的议题，但大家觉得最集中，过去还没有认真谈的就是台湾问题了。好，接下来的台湾问题会不会在这次习川会当中被提到？我们会持续做关注。那其实另外大家也在很关心的事情，就是打了这么久的这一场俄乌战争，会不会在这个习川会之后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可能性呢？是否可能落幕？原因是因为川普最近又跟这个泽伦斯基有所谈话。那泽伦斯基他在近日也透露说，美国有表达希望6月前要完成所有的谈判，甚至签署文件，目标是在今年的夏天前要结束俄乌战争。为什么川普急着在6月前要泽伦斯基结束战争？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为什么选定在6月份，而且是刚好卡在习川会之后？难道这当中川普也希望借由中国大陆的角色去让这场战争落幕吗？那选6月又跟期中选举有没有什么关系？干哥又怎么看？这完全都已经在川普的算计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在6月之前你们要给我不要打了，停战？为什么？6月以后我很忙啊，我要忙着我的期中选举了，你们不要再来捣蛋了，对不对？这是他个人的理想。为什么？因为他认为
过了6月，我真的没有功夫可以理会像这样子，对他而言是像鸡肋一样芝麻蒜皮的事情。他认为你们早就应该要谈了，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4月川普就要跟习近平主席见面，对不对？川普已经绝对的知道，普丁跟习近平见面不会在他之前，而是在他之后。所以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跟习近平主席见面之后，我一定会请托他，下次你跟普丁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帮忙把俄乌战争这件事情挂在嘴巴上面讲。希望能够在今年6月底以前，把整个战事不要说全面结束，但你要和缓，至少要签署初步的和平条约，和平协议，那这样子，我作为美国的领导人，我就可以干嘛？我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大卫营度假了，我就比较对大家有个交代了。对于共和党在11月的期中选举有大大的加分啊，所以这里面的请托，这里面的算计都已经放在这个台面上面给大家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老实讲一句，一点都不奇怪。而且说句实在话，这个时候如果北京再不出面的话，美国已经想不出来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难怪泽伦斯基他会明白讲说，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告诉我，6月底之前一定要能够达成基本上的和平协议。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卡在乌东嘛，大家知道吗？顿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这4个省这4个州的问题，到现在还是解决不了。其实主要问题还是卡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川普可能有另外的一些条件给了泽伦斯基，不然他不会放出这种风声出来。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解读是在2026年大陆很重要的一些空中战力，它的战机上面的解析。今天会特别来关注，首先是2款的这个战机，包括了在新加坡封王的歼10C 跟歼35A 之外，今天还会特别来关注在骁龙现在在许多的国家销售都非常的产线开到最旺，那非常的受欢迎。那另外就是来关心的是印度它的国产光辉战机，则是43年磨成空啊，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年的新加坡航展等于是一个全球的军工实力的公开对决。今天特别先来看到几款来自于大陆的战机，首先是在8-1飞行表演队驾驶的歼10C，它直接是在空中，当时拉出了一个高弓角的机动，完成了近乎实战等级的战术动作，让大家非常的惊艳。这是针对歼10C，再来歼35A 也有很好的表现，它站上了 C 位，对外释放大陆的5代半战机成型的一个讯号。再来看到的是骁龙战机，因为它低成本而且高可靠性的风评，让许多的国家跟着抢购。现在根据了解，已经有5个国家都已经下订单了，当中包括了伊拉克、孟加拉、印尼、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利比亚等等的国家都在排队要下订单。再来，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的，除了大陆的战机我们做关注之外，就是印度的光辉战机了。其实从1983年代开始，它已经出现时间超过了43年，但是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在去年的时候，杜拜航展上面它坠毁所以它今年的阅兵其实没有出现。那么现在也发现了它的产线跟不上，供应链跟不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2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呢？歼10C 这一次完成的这个高难度的一个动作秀的是什么？那我们也关心歼10C 跟歼35A 骁龙它的性能对于中国大陆接下来军武它的扩大出口外销有实质的帮助吗？好，歼10C 它本来就是一种讲究空中机动的高性能战机它虽然不是最先进，也不是最强大的，但是它在于这个低空的1对1的对战之中，其实它是讨得到很多便宜的。这就是为什么去年的印巴战争之中，歼10我们能够理解是巴基斯坦的歼10打下了
那个法制的标风战机。那这次81飞行表演队在新加坡进行的那个是最难的项目，叫什么？叫6机编队横滚，6架飞机一起编队，然后横着，但是一定有定向角度跟时间的。长机一声令下，跟着一起转，一起滚。最难的是长机要从后面去追这5架，追到最前面，所以他要用最大的半径，然后能够追到最前面去。所以大家就知道6机编队横滚，听起来就大家一起滚就好了嘛？不是，长机要从后面追上去。这5架飞机不能乱，所以你要知道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间隙距离，那个是在训练之中，只要有1架不注意的话，全队就毁了。而且它还会面临很多问题，就是说你像我刚才讲的，因为它在密集编队的这6架飞机要编队是比5机、4机或双机要来的密，来的密就会碰到什么？会碰到尾流的问题。尾流是每一架飞机都会碰到前面那架飞机的尾流。我们在搭客机的时候也会发生，前面那架客机它还没有升空，你就准备要上去的时候，你会被它的尾流影响，严重的话你会坠毁，甚至爬不上去。那战斗机更可怕了，为什么？因为这么接近，它如果尾流去干扰到你的话，有时候轻你会脱离编队。重的话你会坠毁，所以尾流问题还有什么环境因素？什么叫环境因素？因为在新加坡从海上飞过去表演，在海上的话，常常容易遭到阳光的折射，所以81飞行队这次他们是面临很多技术上的困扰，还有什么低空风险？就是什么？你万一因为老实讲，你要表演就是低空了啦，它一旦出了任何问题的话，你改不出去，飞行员。最常用的就是改不出去就是坠毁一途，所以大家就看到说，这支81飞行队会让人家觉得说做得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歼十它完美的表现了这次的行动，所以说我是觉得说歼十在这个方面说，其实老实讲一句，大概没有其他飞机能够做得比它更好了。好，这是歼十 C， 我们刚刚特别来做解析它的整体的战力。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骁龙，因为骁龙刚刚讲了嘛，它最近卖得很好，5个国家都下了订单，但是它也有出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呢它是中巴联手一起研制的，那现在也出现的问题就是巴基斯坦自己的产线，它根本就是供应链跟不上需求，每年生产不到20架。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会不会来出手帮忙提升它的生产力，也换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筹码？上次哥怎么看？好，骁龙战机当然众所皆知是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那么协助巴基斯坦建立起了生产线。那么这时间其实是很早哈。那么最早第一架骁龙战机2003年就出现了，那正式在试飞是交接2007年，所以算都已经快20年前的部分的飞机了。那但是在这期间是这样子。虽然都知道是中国合作，但实际上你知道，一个战机之后要不断的改良、不断的优化，而这个部分来讲，其实还是巴基斯坦自己为主，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在那个时间点自己已经转向对于歼十战机系列的部分的研究跟改良了，就大家有各自的部分的路线，所以这当中虽然也有一些技术交流，但就生产线本身，北京当然还是有指导，主要是还是后面一些挂弹跟改良当中的一些电子相关系统是有摄入，但生产线本身的部分，其实北京并不见得还有那么多的助力跟主导性。巴基斯坦很骄傲自己的骁龙战机跟自己的生产而且20多年的经验了。要知道，其实骁龙战机主要为什么那么多受欢迎，仅价是9个斗王哇基本造价就是3000万美金，然后配备好多所有相关的弹药跟电子系统当中，也大概才1亿美金而已所以要知道，同等我们看先前的美国 F-16战机。这些都算是基本款啦，不是都是空对空的部分作战为主。F-16的话，基本款叫1.2亿美金呢，加上去就不知道更多了所以才会受到那么大欢迎，而且它的空防表现各方面都不错。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件事情上来讲，我觉得巴基斯坦的主导性是有的。虽然可能北京的意见，特别是一些电子作战，特别是如果要跟北斗卫星有所谓这种体系化作战当中相关的话，那当然跟北京有关。但是呢，我觉得北京现在对于骁龙当中的有点像是怎么说呢？代理销售商吗？就可以展现中国大陆的这些武器继续在科技研发当中展现在国际。但要知道，现在其实中国大陆也在卖自己的武器所以市场上当中有微竞争战。
所以这里头也不尽然都是押宝在整个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机上，但这种灵活性或对所谓中国大陆武力，包括特别是现在在造空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机的实质能力上中来讲的话，枭龙反倒是另外一个该怎么比喻呢？养子吗？不能这样讲，还是很好表现，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到亲生的跟养子都一样优秀，都两方都可以选择。好，这个是中国大陆它在造自己的一个军事的整体的体系，并且也做了军事武器上面的外销。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来看看印度的战机，同样它也是生产了超过40年的光辉战机。刚刚提到它的2个问题，除了说它在这个航展上面坠毁，杜拜航展上面坠毁之外，还有就是供应链跟不上。再来另外2个重点就是它的发动机还是得靠进口的，还有它的这个雷达也是得靠外包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国产战机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吗？介大使怎么解？其实印度这个光辉战机它最有名的就是它不断的出事，然后呢，不断的出现状况，听到的负评比听到的正面评论几乎是100比0，没有听到它什么正评，全部负评。所以呢，我认为光辉战斗机是世界战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经典的失败案例。那所以呢，这个战机是1983年成立项目，搞到2001年才首飞，然后呢，进入到印度的这个空军的入列是2015年。可是印度空军当初开的定的是200架，到目前交货跟在使用不到40架。所以印度空军应该是光辉战机的这个最捧场的客户。可是呢，印度空军现在使用的是这个标风跟苏30，他们不愿意用，原因是什么？不管任何原因，告诉你就是不愿意用。不愿意用的原因，我是飞行员，我天天飞一架那个常常会坠毁，有坠毁可能机件故障飞机，你不开玩笑吗？我今天我是飞行员的话，我绝对不会为拿我的生命开玩笑。所以常常很多自己国家发展出来的战斗机很多国家发展出来，最后都是本国飞行员不愿意飞，才让这个飞机最后就怎么样无疾而终。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对。那这个飞机问题在哪里呢？有7大问题。第一个，发动机到目前依赖进口，它是用美国奇异公司的发电机，发动机它曾经自己想发展失败，现在根本就没有想要自己制造。前一阵子这个美国跟这个印度讲说我可以技术转移，我甚至把机翼帮你生产这个光辉战斗机引擎的那个厂放到印度，印度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哇，对美国感恩戴德，就是它一个战斗机心脏不是自己做。第二个，它的基本上载弹量跟它的这个航程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航程作战半径只有500公里，载弹量只有4吨，太少了。因为这个飞机当时定位的就是属于轻型单发多用途的，它本身的这个只有13.5吨，所以这个飞机现在这个人家讲说，这个飞机是怎么样？就是说还没有到达技术成熟，就已经面临过时，这个尴尬的一架飞机。是你搞了40几年，你都不成熟，可是问题人家飞机已经好几代出来了，你已经过时了，所以这是它一个很尴尬的。第二个，电子系统它都是什么杂牌货，拼装的，整合起来有困难，也是造成它的故障率比较高的原因。还有就是生产速度很慢，1年只能生产16架。还有呢，印度空军不捧场，然后呢，国际竞争力不足，这么烂的飞机一架要卖到4500到6000万美元。对，然后呢，用户反应负面，所以这个飞机找不到什么优点。好，谢谢介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世
好，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到中美的这个 AI 战开打，我们要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祭出不同的策略。习近平他主打是压注在国家战略，但是这个时候马斯克他则是说要拼能源来救美国，下一个霸权会在哪里？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前往北京亦庄国家信创园这边考察，包括人工智慧、机器人等等，被视为是未来的最具有潜力的科技创新的产业，时间点又刚好非常的刚好，是在15规划开局后首次的考察，被视为是特别的重要，也为接下来的科技的战略重点画下了一个指标性的结果。那时间点刚刚也说了，还有落在刚好是1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好聚焦在量子科技，还有具身智慧等等未来产业，在集体学习后的10天之后，所以被视为说，未来 AI 跟机器人都会是习近平接下来包括了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内会特别关心的产业吗？此刻我们也来看到是刚好马斯克也公开直言了，他认为说美国现在内部的问题就是国债已经太高了，濒临到破产的边缘。现在他说只有靠 AI 跟机器人技术才能救命，刚好包括了习近平、马斯克都提到了 AI 跟机器人，这是未来中美之间在竞争的主要项目吗？谁会获胜？上次哥又怎么看？我想这个来比是有点意思的。那就习近平来说，当然是整个中国的国力。那么需要 AI 跟机器人，我们都知道，在去年2025年1月的时候，他当时接见了 DeepSeek， 包括语数科技，当然还有一帮包括腾讯、阿里的所有这些涉及到 AI 的头头们。然后呢，2月就入法，然后在整个两会就入法。所以我们在去年一整年看到中国大陆的科技的喷发，你以为就去年吗？其实不是的哈。习近平上任之后，2012年就那时候就很要求整个科技教育要做基础教育哈，所以把过去很浮夸那些瞎编一些研究主题的东西全部去掉，所以就像反贪腐一样。所以整个可以说这10几年来，中国大陆就是因为打下很好的科技基础以及人才。当然，马斯克也是不一样，不得不说他是天纵英才啦。面对现在美国方面的基础的，包括电力跟所有的这些基础科技设施，简直是一团乱的时候，他自己思考提出彻底，甚至为全人类跟为他自己的解决方案。我想大家全世界关注这一阵子，他 SpaceX 收购他自己 XAI， 虽然左手带换到右手带，可是没有人质疑他，因为他所描述的包括100万颗的低轨卫星的愿景，包括有 AI 卫星在内，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合理的。而且都是现在确实是 SpaceX 做得到的，所以确实是马斯克可能人家都说他可能靠他一个人把美国过去的这个基础科技跟基础建设当中的残破之处直接覆盖或直接解决。那我觉得现在在中美，因为有2位，一个是国家元首，一个是商业巨子跟天才，大家在引导这个科技的进步。那而且不止他们在引导 AI 自己本身最近的进步，恐怕也不见得是人类这2位当中在推进的。但你说谁会赢吗？真的很难比哦。这马斯克真的是要把人家全人类带去火星的人，他也不是哈拉，他也不是在真的是瞎扯。对。但是中国大陆在所有科技应用的落地场景。撒开来怎么用这个东西是国家在主导，而且它不是让大家花钱买，是国家有最厉害的技术当中服务中国，让中国的国力从上到军事下到民生都能够运用这个科技。这跟欧美的国际社会当中的资本市场跟资本社会是完全不同的。马斯克会赚很多钱，中国没有靠这个东西赚很多钱，或者是赚很多钱的这些大巨擘的这些企业，也还是要把他们的能力回向给政府或这个国家来运用。我认为中国在国家国力当中最后会遥遥领先，但是在美国方面的新创，只要有1个2个马斯克这么样的天纵英才的人，他们的开创人类科技的文明，你还是只能服气。好，所以2项包括了 AI 跟机器人，都是中美2国未来在科技上发展的主要主轴。至少对中国来说，未来5年都是它的主要发展的产业。那么其实呢，马斯克还点名到了说呢，接下来发展 AI 的关键取决的关键还有在电力上面。他也特别点破说，现在在美国啊，限制 AI 发展最大瓶颈就是能源。他说，中国的太阳能产业的规模化能力已经非常的强了，他靠着自己的这
个太阳能，每年能够提供接近美国1半的稳定的电力，所以呢，他决定接下来 SpaceX 跟特斯拉会准备3年内在美国打造年产能100 gigawatts 的太阳能制造能力。3年内，马斯克能够成功吗？大使怎么看？当然可以成功啦，只要成本是多少，对，还有他得到的政府补贴是多少，这几个问题都是美国发展光伏的能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跟中国大陆相较之下，因为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光伏能源第2大国，对，第1大国是中国大陆，可是美国的它的增长潜力也是非常可观。像加州一个州来讲的话，它在日间供电的时候，有的时候光伏发电占它的整个发电是占50%了。所以你要美国这个地理分布来讲，加州事实上它的光伏发电已经相当发达了，不是我们想象的问题。可是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美国除了商用发电，它很多是什么家户发电，它很多家里面就是自己屋顶就装一个这个发电的太阳能发电，甚至有一些超级市场，有一些运动场上面也装了这个太阳能发电的面板，它可以把这个电它可以卖给电厂。所以它这个就是说电路的整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各个地方要靠什么？要靠它的政策。那它不是政府在一块地上哇，这个几百亩这样子的发电的量，它的是多元的。那当然，将来这马斯克他要进行的当然是商用发电，他要找整块的地，然后呢就一起来发电。那这又面临一个问题，就变成美国，你要知道全世界效能最高。就是说，性价比最高的这个太阳能发电设施是中国，那美国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的光伏发电的这些原料供应，然后呢，逼着中国大陆很多只好到中南亚生产。那还有很多中国大陆还是缴了高额的关税进美国市场，所以美国发展这个光伏发电，就因为它的贸易政策造成它的成本就比较高。所以呢，这是他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像川普这种人根本就不相信绿电的，他要发展的是什么？他说美国这么多石油，美国这么多煤炭，为什么丢在那边不用？我们要用这个，我们就可以赚大钱。我们的发电成本比任何都高，所以他政策上不重视。政策不重视，你用这些所谓的再生能源，你就得不到政府比较多的补助，而且你今年拿到补助，过2年川普又当选了，又给你又砍掉了，所以政策上面的不稳定是美国的问题。那这些中国大陆通通没有。你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在全国的发电10%已经是光伏了。那在这个为什么用光伏？光伏事实上成本上它比用煤还低。它现在光伏发电，它因为它达到了一个市场规模，还有本身的产业的这个成熟，还有就是说融资的成本降低事实上这个光伏占比不断的提高，可是它的成本断崖式的下降。现在光伏每千瓦在中国大陆的成本是0.5到0.25人民币。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煤。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认为发电最便宜的，它的成本还高于光伏，所以它变成0.25到0.45，所以光伏发电在中国是一片大好，所以在未来的到2030年，中国大陆光伏比例还会继续升高，到2060年会更高，所以这一点发展的来讲，环境来讲，美国站在前面。当然了，马斯克有钱了，他如果不计成本的话，他很快把这个太阳能把它提上来。我认为是有可能，可是这个仅供他们这些 AI 产业用啦。你说要变中国大陆变成全国的10%对，那美国还有得赶，因为美国目前光伏在全国的发电的总量是5.6%，还是很低，还是很低。好，所以我们看到，那中国大陆请全国之力，等于是政策支持来发展太阳能跟绿能，支持它的 AI。那其实发展 AI 除了在电力上面的优势，现在大陆手上的优势还有就是它拥有比较大的一个市场规模。我们也来看一下，是到去年的12月底为止，大陆的生成式 AI 使用者是6亿人口，总普及率达到了42%。注意了，这个年暴增幅度已经超过128%了。代表说，大陆不只是研发 AI 而已，而是用全社会都在加速训练它的 AI。那么，工信部也启动了叫做算力互联互通的节点，打造全国的电力网络。干哥怎么看接下来中国大陆在这个上面的发展？中国建成这个
领先全球的这个基础建设，你想都想不到。你知道5G 站现在有多少座吗？有483万多座，这非常惊人的。这个根本不是一般的国家能够想象，400多万座5G 站。然后再来，他说到了去年底中国生成式 AI 现在的用户已经达到6亿，中国多少人口？14亿，对不对？到了6亿了，那是不是已经快要到一半了？对。抱歉，这个叫做用户，而不是真正在用的。但是真正每天在用的，等于美国人口2亿5千万人在用，所以大家就晓得说，那你想想看呢？还有它是最大一个优势。